这是一台更偏向稳定输出和长期使用体验的160瓦充电器，它不靠短时间爆发高功率去博眼球，而是用扎实的功率管理、稳定的温控和干净的文波输出，把日常多设备充电这件事做得非常稳。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就是你们想看我测拆的绿联160瓦速显充5口氮化镓充电器。如今这个时代啊，如果把一个充电器当成一个消费电子品类，那么160瓦其实已经不是功率竞争，而是定位竞争了啊。绿联这款产品明显不再只想解决充得快，而是想进入桌面设备管理这个场景。它面对的用户是同时用笔记本、平板、耳机、手表的多设备用户。它是真的解决了桌面充电的复杂度，还只是把参数和功能堆在一起。接下来我们从测试开始，先来了解它的产品逻辑。绿联的包装盒啊，一贯都是以黑色为主色调。绿联的标识、产品的特色、产品的实拍图片。这个内部是带 1.5 米的240瓦快充线的160瓦金色的标识，背后是产品特色和制造商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盒子为天地盖的设计，一根白色的 1.5 米长的编织 CC 线，说明书和保修卡。充电器本体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折叠插脚为新国标设计，表面为银色的色调，绿联的 logo 160瓦 logo 这一面也是一样的。屏幕在这一边，触摸位置有圆形的标识，5个充电口，4个 Type-C 口，1个 USB-A 口。黑色的面板跟这个屏幕区域为一体的，上面贴有膜，我们把它撕掉。充电头为正方形的设计，这一面宽度为75毫米，这一面的宽度也是75毫米，整体的厚度35毫米，连折叠插脚的高度92毫米。充电头连线材连包装盒一起重量563克，连线材一起重量408克，单线材51克。单充电头356克，分量很足哦。线材上面带一根白色的魔术扎带，收纳起来还是比较方便。这根线材的直径 4.3 毫米，护套的宽度11毫米，厚度为 6.5 毫米，高度21毫米，连防折断部分31毫米。线材的长度1.5米，多了34毫米。线材拿到手上柔软度适中，手感还是很不错的。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先看规格参数。160瓦5口氮化镓快充充电器，型号为 X774， 输入规格100至240伏全球电压。CE-C2 口输出最高功率140瓦 ，C3、C4 口输出最高功率30瓦 ，A 口输出最高功率22.5瓦，总功率160瓦。制造商：深圳市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制造。循环10年，3C 认证，室内使用双路绝缘，非热带地区使用。下面是 ASN 码信息。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5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1口，有高通 QC 3.0 快充协议，华为 FCP 的18瓦，华为 SCP 的25瓦，三星 AFC 24瓦， PD 3.2 140瓦。PD 3.2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最高28伏5安140瓦 ，AVS 9至20伏3安5安 ，PBS 5至21伏5安，还有一个 AVS 15至28伏140瓦 ，DCP F 2.4 两个基础协议。这个是 Type-C 2口的快充协议的情况。这个充电口多了2个 MTK 联发科的快充协议，然后剔除了华为的 SCP 协议。PD 3.2 跟 Type-C 1口是一模一样的，其他的协议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是 Type-C 3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这个充电口的快充协议跟 Type-C 1口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只是 PD 协议它变成了30瓦。点进去的话，固定档位是3个，最高12伏 2.5安30瓦。PBS 有一个5至11伏的 2.75安 ，DCP F 2.4两个基础协议。这个充电口是 Type-C 4口，内部的协议跟 Type-C 3口一模一样。这个是 USB-A 口的快充协议。它跟 C3 和 C4 口的协议基本上是一样的啊，除了没有 PD， 其他的安卓的都是差不多的。
看完这个充电器的协议，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一下它的快充兼容性啊。首先从米家设备开始 ，Type-C 一口启动的是 PD 固定档，功率在15瓦左右。Type-C 二口也是一样的啊 ，PD 固定档。Type-C 三口启动的是 PB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2瓦左右。因为这个 PBS 本身就是一个 2.75 安的 PBS 啊，如果是3安的 PBS 的话，跑到26瓦应该是没问题的。Type-C 四口同样是 PBS 快充，功率也是22瓦左右。我们用这一部手机来验证这4个充电口华为的 SCP 协议啊。Type-C 一口启动超级快充 ，Type-C 二口插上去就没有反应，这个充电口官方是屏蔽掉了华为的 SCP 协议。C 三口启动超级快充，只要是能启动 SCP 协议，真实功率基本上都可以跑到20瓦左右。C 四口同样是超级快充 ，A 口不用说了啊，同样是有 SCP 协议的。我们现在拿这个容量200来验证一下它的100瓦 PBS 在 C 二口能不能启动啊？因为咱们这个手机还有 89% 的电量，咱们只看一下能不能启动图标就可以了。100瓦 PBS 开启了啊，而且还可以开启极速模式。其他的充电口全部都有 SCP， 我们就不用试了。这部手机为蓝厂的，可以支持100瓦 PBS 的。Type-C 一口启动100瓦 PBS， 真实功率刚刚跑到80瓦左右了啊。Type-C 二口同样启动了100瓦 PBS， 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80瓦左右。Type-C 三口也启动了 PBS 快充啊，功率在20瓦左右。Type-C 四口同样是 PBS 快充啊，功率也在20瓦左右。如果 A 口有融合快充的话，对蓝厂的老款设备就更加友好了啊。这部手机为绿厂的新款设备啊，它可以支持 PBS。Type-C 一口直接启动超级闪充，功率可以跑到37-8瓦。Type-C 二口同样是超级闪充，功率同样可以到37-8瓦啊。C 三口也是超级闪充，这个功率的话只有22瓦左右。C 四口的话跟 C 三口肯定是一样的，两个协议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不用测试了。还有就是绿厂的不支持公版 PBS 的手机，这个充电器功率大概在15瓦左右。三星 Note 10加，我们就看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如果可以启动的话，新款的三星功率会高一点。Type-C 一口启动快充 2.0， Type-C 二口同样启动快充 2.0， C 三口仅显示了超快充电， C 四口同样是显示了超快充电。三星手机的话，用 C1 和 C 二口功率就会高一点。通过前面的兼容性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 PBS 兼容几乎做到了全覆盖啊。我们现在就是采集它的 PBS 充电数据，100瓦高功率的 PBS， 我们就用蓝厂的设备来。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7%， 我们采集数据啊。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前面2分钟预充电，它有2个峰值功率啊，一个81瓦，一个83瓦。这个高功率阶段大部分时间都是在60瓦的功率，一共持续了大概接近9分钟时间。后面是37到43瓦的功率段，3个峰值功率分别都是60瓦啊。后面充到 90% 就降功率了，降到26瓦，充到 95% 的时候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从 7% 的电充到 100% 的电，一共花了35分钟，充电速度还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时候的温度啊，最高温度32摄氏度。这种大功率的充电器充手机的话，这个温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5度左右。我们用这一部绿厂的手机来采集它的中低功率的 PBS 充电曲线，看它的充电效果怎么样啊。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18%，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这部绿厂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前面11分钟为37瓦的高功率阶段，后面就是平均功率在28瓦左右，充到 80%， 逐渐的下降功率，充到 90% 以后就是9瓦的功率一直在充电了。这个手机从 18% 的电充到 100% 的电，一共花了55分钟时间。温度的话是接着上一个手机来的，所以说这个曲线图没有很大的波动，最高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充电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6摄氏度左右。这个充电器它内部带有一根 1.5 米长的编织网的 CC 线，我们现在把这个线材的基础数据做个测试，后续拆解片我们直接拆开给大家看看用料。首先我们来看它的 eMarker 信息，被动型数据线方案是 Underfend， 这个后面需要拆解开我们才能看到芯片啊。供电能力50伏5安240瓦 1.2， 速率规格是 USB 2.0 Only。 下面则是芯片的版本信息啊。经过几分钟测试，这个线组的话稳定在121毫欧， 1.5 米长，121毫欧的沉积还是可以的。关于这根线材的压降值，我们测试9伏和15伏2个电压档位。9伏1安的压降值大约是 0.12伏
9伏3安的压降值大约是 0.35 伏，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12 伏，15伏3安的压降值大约也是一样的0.35伏。测完安卓的 PPS 充电，我们现在就是看 PD 的充电效果，还有烤鸡的效果了啊。这部手机就是苹果16 Plus， 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给苹果手机充电的话，我们就用 C3 和 C4 口随便一个充电口来充，看它的曲线完不完整。这部手机已经充到 80% 的电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经常看咱们频道的，一看这种曲线图就知道，这个是非常标准的苹果4阶段充电曲线。首先是第一阶段，一共持续了15分钟，最高的峰值功率在接近30瓦，后面是28瓦。然后第二阶段21瓦的功率，持续了9分钟，15瓦的第三阶段7分钟时间，9瓦的第四阶段也是7分钟时间，这个时候就转到5伏的涓流充电。这个手机从0到80一共花了54分钟时间。给苹果手机充电的时候，这个温度更加是忽略不计了啊！最高温度29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17摄氏度左右。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烤鸡测试啊。这个充电器总功率是160瓦，我们直接拉 C1、C2 口100瓦加60瓦输出，看它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啊！现在2个充电口都已经断开输出了，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C1 口输出的是60瓦，真实功率是59瓦的功率，一直输出了1小时43分钟。C2 口输出的是100瓦，真实功率是98瓦，也是1小时40多分钟。然后启动了过温保护，这个时候采集线采到的充电器表面最高温度为61摄氏度。关断输出的时候，咱们测了一下充电器两面的温度啊，基本上都是66摄氏度。充电口最高温度为 82.8 摄氏度，160瓦。这个应付我们这种硬负载都输出了1小时40分钟，笔记本的动态负载完全是不在话下的，2台笔记本同时拉都没有问题。现在是140瓦烤鸡的状态，还没有停啊，一直在输出 137.8 瓦。我们看充电曲线图，137.8 瓦的真实功率输出了2小时40多分钟，非常稳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采集线采到的温度，温度采集线平直了，稳定了，我们就停下来了啊。最高温度在65摄氏度，这个时候咱们用热像仪采集了3张图片，采集线附近 61.2 摄氏度，另外一面的温度为59摄氏度，充电口附近 75.8 摄氏度，140瓦输出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来看看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这5个充电口哪几组电路是共用的。我们先看 C3 和 C4 口啊， C3 口启动30瓦最高功率，这个时候接上 C4 口，立马变成了基础功率啊。我们再把 A 口接上试一下，同样是基础功率啊。3个充电口一起使用，最高功率是5瓦。3台 PD 3.0 的设备同时使用，我们看它会不会断连。首先 Type-C 1口我们启动 PD 65瓦，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Type-C 2口，没有断连，只是调整了一下功率，2个65瓦在输出。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Type-C 3口，同样都是没有断连的啊。这个总功率就是接近160瓦了，在不超总功率的情况下，它是不会断连的。我们再来看2台 PD 3.1 的设备在 C1、C2 口用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先来启动 C1 口的 PD 3.1 140瓦，再来接上 C2 口，断连了，变成一个100瓦加一个60瓦，总功率160瓦。所有的 PD 3.1 140瓦以上的充电器，只要是 PD 3.1 和 PD 3.0 两种协议切换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是这一个产品的现象。我们再来看看 C1 口加 C3 或者 C4 口是什么样的情况。C1 口在启动140瓦的情况下，我们接上 C3 口，这个时候就切换很迅速了，仪表的屏幕没有熄灭，变成100瓦加30瓦。然后就是 C1 口启动140瓦，我们再接上 A 口，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断连一下，变成 PD 3.0 的20伏 ，A 口就走到20瓦的功率。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充电器应付多部手机它是怎么分配的啊？现在这一个 C1 口走的是蓝厂的100瓦 PPS， 我们在 C2 口再接上荣耀的100瓦，断连了，但是功率重新又回到了60多瓦、70瓦。我们看这边走的是 Max 45瓦。我们再来看 C2 口先启动100瓦 PPS， 再接上 C1 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接上的瞬间调整功率了啊，这边还是走的100瓦。C2 口这边一直在攀升功率，C1 口的话就是最高走到 PPS 30瓦左右啊。
在 C1、C2 口两个功率跑到最大的时候，我们再接上 C3 口 ，C2 口马上变成了 Max 45瓦 ，C1 口还是32瓦 ，C3 口也启动了 PBS，C3 和 C4 的 PBS 功率本来就要低一点。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看这个充电器的电能转换效率，这个是衡量电路设计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啊，也是各种电子爱好者最关注的一个指标。首先是110伏60赫兹的状态，当充电器屏幕熄灭的时候，它的待机功耗约为 0.31 瓦，屏幕亮起的时候，它的待机功耗就变成 0.95 瓦。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9.6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3 瓦，折算转换效率 78%。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1.6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4%。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1.5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8 瓦，折算转换效率 86%。45瓦功率，110伏输出 51.3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8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60瓦功率，110伏输出 67.9 瓦，这边直流输出 59.9 瓦，折算转换效率 89%。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11.8 瓦，这边直流输出99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9%。140瓦功率，110伏输出156瓦，这边直流输出139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9%。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充电器在熄屏的时候，待机功耗为 0.34 瓦，当屏幕亮起的时候，它的待机功耗变成 0.97 瓦。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9.3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3 瓦，折算转换效率 79%。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1.4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1.1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7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0.6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8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60瓦功率，220伏输出 66.7 瓦，这边直流输出 59.8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0%。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09.7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9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0%。140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153瓦，这边直流输出 138.96， 也就是139瓦，折算转换效率 91%。兄弟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你们最关注的数据啊，就是它的文波表现的情况。这个充电器一共有5个充电口，我们全部都测试给大家看。首先是 Type-C 1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8.6 毫伏，平均文波 25.9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30.6 毫伏，平均文波 26.7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44.6 毫伏，平均文波 39.6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 35.4 毫伏，平均文波 29.3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 33.7 毫伏，平均文波 24.2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6.9 毫伏，平均文波 30.4 毫伏左右。140瓦功率，文波最高 32.2 毫伏，平均文波 28.3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看 Type-C 2口的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30.2 毫伏，平均文波 26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33.9 毫伏，平均文波 26.9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45.3 毫伏，平均文波 39.4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 38.7 毫伏，平均文波30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 35.7 毫伏，平均文波25毫伏左右。100瓦功率，文波最高 39.3 毫伏，平均文波31毫伏左右。140瓦功率，文波最高 47.2 毫伏，平均文波 30.2 毫伏左右。刚刚两个140瓦的充电口表现是非常极品的啊，都是在5值以内。我们再来看 Type-C 3口，15瓦功率，文波最高 32.2 毫伏，平均文波 29.8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31.2 毫伏，平均文波29毫伏左右。12伏档位30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19.8 毫伏，平均文波 16.7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来看 C4 口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32.2 毫伏，平均文波 30.1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 32 毫伏，平均文波 29.2 毫伏左右。30瓦功率，文波最高 19.2 毫伏，平均文波 16.8 毫伏左右。这个 C3 和 C4 口文波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还有就是它到了12伏档位，文波意外的低，
这个对苹果手机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再来看 Echo 的情况啊，15瓦功率的时候，温波最高 32.5 毫伏，平均温波 30.1 毫伏左右。18瓦功率的时候，温波最高 27.7 毫伏，平均温波 25.9 毫伏左右。12伏档位18瓦功率，温波最高 20.5 毫伏，平均温波 17.9 毫伏左右。兄弟们，这款绿联160瓦5口平显氮化镓充电器全程测试下来，可以看到它从定位上就不是单纯的追求小巧的那一类啊，而是明显把重点放在了散热空间和稳定性的冗余上。首先我们说它最亮的表现就是温波表现，无论是在140瓦的满载还是30瓦的轻载，它的温波几乎是全线压在了50毫伏以内。这种干净的输出，对于那些担心第三方充电器会伤手机电池或者让屏幕断触的朋友们，这个数据就是最好的定心丸了。再说它的温度表现，这就是它的第二个亮眼的地方。在咱们室内16摄氏度的室温下，平时充个手机的，这表面的温度几乎可以忽略啊，摸上去没有什么温度感。哪怕是在140瓦极限烤机2个半小时的过程中，外壳也稳定在61摄氏度左右。虽然在160瓦的高压下，它会为了安全会在1小时40分钟后触发过热保护，但这恰恰说明了它的温度逻辑是可靠的。这种持续可靠的功率输出能力来应付双笔电的中度使用场景是没有问题的啊。再说它的兼容性，虽然 C3 和 C4 口 PBS 功率偏低，但是它还是把 PBS 的兼容做到了合规全覆盖，这个是值得肯定的。在多设备场景下，无论是 PD 3.1、PD 3.0 的设备，还是手机的同时接入，它的5口功率分配逻辑都还是比较清晰的。效率方面，它的表现比较均衡，110伏输入下满载效率接近89，220伏输入下效率可以达到91左右，整体的平均效率维持在中高水平。再结合体积，整机的功率密度接近 0.8 瓦每立方厘米，在同级别的充电器中属于比较靠前的水平。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能放在桌面一头搞定笔记本和全家的手机，而且要求电质量绝对靠谱的多口充电器，那这一款是目前市面上综合数值排在前列的选择。总结一句话，这是一台更偏向稳定输出和长期使用体验的160瓦充电器。它不靠短时间爆发高功率去博眼球，而是用扎实的功率管理、稳定的温控和干净的文波输出，把日常多设备充电这件事做得非常稳。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